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咱们来聊一个能让所有贪官后背发凉的大案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贪腐分子心里面都盘算着同一个如意算盘，他们就觉得现在这个监管这么严把贪来的赃款放在内地那不管是存银行或是买股票，甚至是藏在地下室，早晚都有被搜出来的一天。那咋办呢？他们就想到了转移资产，通过各种渠道把钱弄出内地换成港币、美元，在这个境外买上豪宅，买成基金股票，再顺便把老婆孩子的移民手续给办了。在这些人的幻想里这套组合拳简直是无懈可击他们打的算盘是哪怕有一天我自己在内地东窗事发了，锒铛入狱了，我的罪我一个人扛，只要这笔巨款出去了，我的老婆孩子在境外依然能拿着这几千万甚至几个亿过着锦衣玉食的上流生活。这在他们那个圈子里还被美其名曰叫做牺牲我一个幸福三代人。结果呢，那就在7月23号，香港法院的一记重锤砸下来，把这帮人的美梦砸了个粉碎。武汉一个曾经走路都横着的官二代，37岁的肖瑞，因为洗钱和使用虚假文书，被香港法院当庭重判，入狱6年零9个月。而且他9年里偷摸运到香港的6400万港币黑钱，被廉政公署申请强制充公了，1分钱都没保住。最绝的是他在法庭上的表演他为了不坐牢，居然在法官面前把亲生老妈给推出去当挡箭牌。那今天呢，咱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事儿。这肖大少爷凭什么这么狂呢？这就得看他背后的那位通天老爹肖军。这位肖老爹呢，当年那可是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局长，最后呢还干到了武汉市的监委委员。听听这个职务极具讽刺白天在台上拍着桌子给下属讲课，高喊严厉打击贪腐，晚上下了班回到家，门一关，直接变身贪腐黑钱中转站总经理。按照控方的案情细节当年有一个工程承包商削尖了脑袋想拿到武汉一个上亿元的抽水站项目，承包商拎着点心找到了肖老爹，肖老爹开门见山，想要项目行，拿400万人民币作为敲门砖。可是这400万怎么收转账呢肯定是留痕迹的，是收现金吧又太重太扎眼了。这个时候反腐专家肖老爹给指了条暗道，别在内地动，把钱想办法打给我的儿子肖瑞，他在香港有账户。承包商一听，立刻是一顿骚操作把400万人民币绕了800个弯折算成472万港币，分批打进了肖瑞在香港的私人银行卡里。结果呢，最侮辱智商的硬上来了几年后，香港反洗钱警察调流水一看，这个付款的承包商跟肖瑞的香港公司之间你别说商业协议了连一张买办公纸的假发票都拿不出来。几百万港币凭空就从一个陌生商人手里面飞进了一个内地官员儿子的存折里。这在现代金融监管眼里叫什么？这就叫在大街上不穿衣服裸奔你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在银行的反洗钱系统里，你头顶上正嗷嗷拉着红警报呢。那可能有人就会问了，那472万是买工程包路的，剩下的快6000万是怎么塞进香港的？答案呢，就是贪官最爱的地下钱庄。现在地下钱庄不搞什么运钞车过深圳河，人家玩的是资金对敲、物理隔离。肖瑞在内地酒店或者地下车库把一箱箱的人民币现金交给钱庄接头人，钱庄在香港的操盘手立刻用他们控制的几百个空壳公司账户像下毛毛雨一样化整为零，把等值的港币分几十次存进肖瑞的卡里，钱根本没过境，两地各自做了一次互换。武汉见不得光的人民币一眨眼就变成了香港账户里极其干净的港币。那肖少爷拿着6000多万就开始买房买股票，想把黑钱混进正常的商业亏盈里彻底洗白。但是他心里面呢还有个终极梦想办香港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也就是香港投资移民。他就觉得只要拿到了香港的永居居民身份以后再去欧美买庄园谁还拦得住呀？但是想办这个投资移民，香港入境处呢有条铁律，你必须出具权威银行的存款证明，证明你有足额且干净合法的资产。肖少爷卡壳了因为他的钱都是地下钱庄汇入的黑钱而且呢他在股市里瞎搞亏掉一大半，存款根本达不到移民门槛，老外银行死活不给他开证明。这少爷在国内嚣张惯了脾气一上来直接干了件蠢出天际的事银行不给开，我自己造假不就完了吗？
他找了地摊做假证的，搞了份假的银行存款对账单和假的存款证明，开个萝卜账大摇大摆的寄给了香港入境处，结果就是主动送人头。入境处核查时觉得不对劲跟各大银行一发公函，银行立刻回复查无此数，公章是伪造的。这一下把整个香港司法界全激怒了。主审法官在法庭上指着他的鼻子骂投资移民制度和金融信任是香港的基石，你公然提交假文件，是在向全球传递一个极度危险的假象，好像只要手里面有黑钱，找人造个假证，就能把香港当成犯罪分子的避风港，就有可能。这就叫偷鸡不成蚀把米他本想用假材料给自己买张护身符，结果呢，这张假证反过来成了把他钉死在牢房里的第一铁证。这案子到了审判阶段肖瑞和他高价请来的香港律师团，眼看证据确凿，硬杠不行了，瞬间开始在法庭上飙演技，上演了一出让人笑掉大牙的悲情连续剧。大律师在台上声泪俱下的哭诉法官大人呀，你看肖瑞多可怜自从被起诉他一个人流落异乡，天天在夜里孤单中流泪，内地还有年轻妻子和幼小女儿，家庭濒临破碎而且呢，他这几年也是受害者，在香港买股票买房子，正好碰到市场大跌，血亏了几千万港币他本质上只是个商业投资惨败、运气不好的倒霉青年，请给他个轻判吧。哎呦喂，要是不知道底细还真以为坐在被告席上的是哪个悲情创业英雄呢。可主审法官钟伟强坐在法庭上几十年什么老狐狸什么影帝没见过。法官冷笑一声，当庭一巴掌扇了回去。你投资有风险，炒股亏了钱，全是你自己商业投资失败，绝不能成为你洗黑钱和造假证的挡箭牌。你既然贪婪地享受了6000多万黑钱带来的奢靡，就必须老老实实的给我坐牢。那眼看悲情倒霉蛋人设不顶用了，肖瑞心里面那种极度自私的冷血本相彻底爆发了。为了证明我不知道这是黑钱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脏水不顾一切的通通泼向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他在被告席上举着手，红着眼睛发誓青天大老爷我是冤枉的，我真不知道那是黑钱这些钱都是我母亲这么多年陆续打给我的。我曾经问过她钱是哪来的，我母亲特别骄傲地告诉我，这钱全是她在内地做大生意搞投资赚来的企业超级分红。那我作为一个从小听话的大孝子，我怎么可能怀疑我的亲妈我选择100%的相信她大家听听为免受牢狱之灾，把一切罪恶推向自己的老母亲，这就是高官二代的真实嘴脸法官听到这儿都气笑了，下令即刻严查这位肖母亲的背景。结果报告在法庭上一公布全场是一片大笑这位能随意掏出几千万红利，在商界叱咤风云的母亲，退休前根本不是什么商业大亨她只是一家普通医院的护士。法官当庭发出毁灭性的审判，一个普通的医院护士凭什么获得上千万元的商业巨额花红那面对这种极度反常的海量资产，你一个精明的成年人说你从来不怀疑，你口口声声说的相信母亲，根本不是什么孝顺纯粹就是死到临头，把亲生母亲推上前台，给你的犯罪当挡箭牌。你做人毫无底线，本庭半个字都不信。这一把不仅是钱没保住老爹在内地落马，连老母亲都被拖下水，大孝子最后的一丝人性和尊严彻底丢到了下水道里。那故事讲到这里最致命、最让贪官们后背发凉的一击来了。过去贪官们最得意的是老子进去了没事海外老婆孩子手里面的几个亿还在。但是这一次香港廉政公署不仅把肖瑞送进去，重判了6年9个月，还顺手向香港高院申请了一纸强制充公令。意思就是你肖瑞名下所有的房产、股票、存款，只要是属于这6400万洗钱案的收益，一分不留，全部强制收归国有，依法充公。这笔账算是彻底给全天下的贪官算明白了坐牢只是一切清算的开始，你想用自己坐牢去换取几千万留给子女挥霍，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你替老爹转过的脏钱，一分一毫都得给国家吐干净，哪怕你借壳了离岸公司，洗了几趟地下钱庄，最终都能让你一夜归零，人财两空。肖瑞这个37岁的落魄少爷，在这个7月的香港高院里，拿着自己的青春和6400万巨款，给所有的贪官上了一堂极其血淋淋的课。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香港不是洗钱者的保险箱，海外更不是贪官家属的后花园。
那些用民脂民膏堆起来的海外财富啊，全都是沙滩上的幻影。机关算尽啊，最终的下场注定是钱被连根拔起，牢底坐穿，整个家族沦为全世界茶余饭后的千古笑料。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兰，咱们下期再见。